少帅，徐光耀到了。我今天运气真好，把他带上来。是。徐少帅，请。婉清，没事。徐少帅，不知道你这次带来的是好消息还是坏消息啊？是好消息还是坏消息，就看谭少帅怎么选了。哦，听你这话的意思是要跟我谈判了？我要和你单独谈谈。谈拢了，自然是好；谈不拢，你大可绑了我，去要挟我父帅。光耀哥，怎么，我敢来，谭少帅竟不敢谈吗？徐少帅，想谈什么，我洗耳恭听。谈你的前途。有点意思，说来听听。裴督军，来喝茶。哎呀，徐督军，光耀这孩子啊，如果不是为了救幕府的姑娘，也不必降低身份，亲自登门去和一个马匪的儿子说事儿。这话就不用说了。光耀是一个有良心的孩子，他没有忘记，是我们家婉清替他受的过。原来这就是徐少帅说的帮我找的前途啊，听起来有几分道理。你若同意约法三章，交出兵权财权，并解散谭家军，这样，我父帅不仅发通电承认，而且会以徐家门生的名义，向陆军总部举荐。等委任状一到，你就是名正言顺的上海司令了。良禽择木而栖，此时入我督军府门下，不正是一个好机会吗？良禽择木而栖这句话说得非常好，我很认同。那我怎么才能确定，在你父亲眼里，我是那只良禽呢，还是肥鹅呀？你什么意思？徐少帅，我是怕呀。你说我要是凭借一意孤勇占领了这上海，那这在同意了约法三章之后，这兵权和财权全部交上去，那我这督军门生和这上海的司令，我才能做几天啊？你信不过我父帅。徐少帅，这话不对啊！你们非得逼着我把兵权交上去，不也是信不过我吗？你这样以下犯上，我父帅肯承认，还保举你出任上海司令，已经是宽宏大量。你想坐稳这个位子，交权是你唯一的出路。这么说，我没得选，你只是过来通知我的，并不是跟我商量的，对吗？这事没得商。你若交权，我们让你当这个司令；你若不交，这个司令能当几天，就全看你个人造化。等革命军退了，我督军府大军回师，到时候要你交的，就不是权，而是命。看来我真没得选啊。
谭少帅，你带兵进上海的时候，就应该知道自己已经捅了一个大娄子了吧？你我各退一步，是解决这个问题最体面的方法。你也不想上海这十里洋场变战场吧？徐少帅，我这个人呢，不贪财，不弄权，这兵权、财权全部都交上去，我都没有问题。只不过我谭家军的兄弟们跟了我10年了，不给他们找条活路，我不可能撒手不管的。这个简单，我可以把你谭家的兵安置到产业里做工人，只要他们愿意脱军装、缴枪、卸甲归田，我保证，督军府绝不会为难他们。好，我同意了约法3章之后，那你又怎么保证你的父亲不会出尔反尔对我下手呢？那我要怎么，你才能信呢？这样，你的父亲在举荐我的同时，也举荐你，出任上海防守司令部的督办，常驻上海，配合我梳理上海的防务，你觉得怎么样？谭少帅，你是要我当你的人质吗？哎呀，许少帅，我拿你当兄弟。再说了，这上海鱼龙混杂，门道这么多，在咱们司令部，我不得找一个体面的人冲出门面，不是吗？我若答应，你便与我约法3章，自然一一照办。好，这个督办我当。哎，这就对了嘛。果然不出我的所料啊，他又加了个条件，让光耀留在上海做他的督办。哦，并且要求我和裴督军联合通电。裴督军，你意下如何呀？那就得看穆公的诚意了。怎么样？放心吧，很快你就可以回家了。你们都谈了什么？这个你不必管。总之，事情解决了。谢谢你啊，为了我这么一个小人物，还冒险去谈判。谁说你是小人物了？大家都很担心你，不然的话，姓谭的又不是傻子，他怎么能同意你代替我来做人质呢？那是因为他不知道，本来和你跳开场舞的应该是婉婷。